喺香港嘅東面海域，東海滿佈住好多特色嘅島嶼，壯闊華麗嘅海蝕拱亦係其中一個特色。嚟到西貢海上旅程嘅第3集，今集呢就會帶大家去到甕缸群島一帶，見識香港嘅4大奇景之一，亦都有東海4大名洞之稱嘅4個超級壯麗嘅海蝕拱：吊鐘拱門、沙塘口洞、欖灣角洞、橫洲角洞。4個嘅洞合稱香港4大海蝕拱，每一個洞都各具特色，令人嘩然至極，係一個西貢旅遊值得一嚟嘅景點。事不宜遲，請大家跟住我去一趟西貢東海上洞之旅啦！大家好，我係 David， 今次出發甕缸群島，我就會喺彩虹站嘅 C 出口靠右轉右，穿過隧道上到地面，行前幾步就會有一個巴士站。去西貢市中心，我哋可以搭92號巴士，坐到總站，車費6個8。落車之後，我哋行到去海旁嘅位置，有一個西貢新公眾碼頭。要去甕缸群島係冇一個街道或者係公共嘅渡輪呢可以直達嘅。前往嘅方法，我哋可以報本地嘅 local tour， 定期都會搞一啲甕缸群島嘅考察團俾大家報名。又或者大家可以 WhatsApp 我92901290，湊夠20個人包一個快艇都可以去到甕缸群島。大家要留意甕缸群島嗰一帶呢，風浪比較大，而且地勢比較險要，只係適合喺風平浪靜嘅夏季先至可以出海遊覽。如果大家打算遊覽甕缸群島嘅話呢，就要留意一下風勢啦。今日我哋就 book 咗一架23人嘅快艇，準備前往甕缸群島欣賞香港4大海蝕拱。喺出發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今日嘅行程先。今日我哋就喺西貢碼頭出發，首先第一站呢就會去到吊鐘洞，跟住就會經過沙塘口洞、關刀洞同埋橫洲洞，繼而呢會去到東壩嘅破邊洲、萬柱海岸同埋木棉洞，最後呢就會去到甕缸灣度游水。行程呢都非常緊密充實，出海嘅心情呢都特別愉快啊，有一種旅遊度假嘅感覺。坐住快艇呢就有一種涼風吹埋嚟嘅涼爽感，都特別消暑。而今日嘅行程呢都特別悠閒舒適，主要都係坐船為主，唔需要行太多嘅路。嘅船一路向東南面直駛，好快我哋就嚟到吊鐘洲啦。吊鐘洲嘅下低可以見到我哋今日第一個景點吊鐘拱門啦。從遠處望過去呢一個吊鐘洞呢，真係好象徵一個聖誕鐘啊，名副其實似一個吊鐘。吊鐘拱門呢度呢，亦都好象徵一條金魚噶。但係呢，我哋就要從高空上面望呢，先可以睇到金魚擺尾嘅優美姿態。行程緊密，今日就唔上山啦。離開吊鐘洲，下一站將會去到前面嘅沙塘口山。喺甕缸群島一帶呢，係屬於香港地質公園嘅核心保護區。甕缸群島景區呢，就包括埋橫洲、火石洲、沙塘口山、吊鐘洲。尤其是係沙塘口山呢，同埋下一站嘅火石洲，都係屬於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嘅地點，所以呢一度係冇遊客設施嘅，漁護署亦都唔建議大家登岸嘅。我哋嘅船駛到去沙塘口山南面嘅末端，呢度就會有一個沙塘口洞。呢個島嶼呢，就係由一啲具柱狀節理嘅火山岩所構成嘅，以南蕩漾嘅岸邊樹立咗層次分明嘅流紋石。呢度係觀賞流紋岩嘅最好地方。我哋可以睇到岩石一支支動起嚟都幾特別。呢度有全港最高嘅海崖，島嘅南端亦都有香港最動人海岸岩景嘅美譽。前面呢一個小洞呢，貫穿晒成個嘅島，啱啱好足以容納一架獨木舟。爬艇穿過去呢，都有一種探遊嘅風情。不過我哋今日嘅船呢，大得滯就通過唔到啦，唯有坐喺船上面觀賞同埋打卡影相。我哋嘅船呢，就會停靠喺洞口呢一度，俾團友們逐個上船打卡影相。洞口先至係打卡嘅重點，大家千祈唔好遮住個洞口啊！呢度要影相打卡呢，都好講究風浪。如果風高浪急嘅話呢，呢度根本停靠唔到。好彩今日嘅風浪都非常平和，大家就可以盡情影到滿意。沙塘口山呢度呢，除咗上石之外呢，亦都係一個潛水嘅勝地。呢度附近嘅海域亦都埋藏咗好多嘅美景，
吸引咗好多潛水愛好者呢遠道而嚟探索呢度嘅海洋奧秘。各位團友影完相呢，我哋就將會去下一站火石洲啦。位置呢就喺沙塘口沙冇幾遠嘅地方。火石洲嘅東南面呢有一個好獨特嘅海蝕拱，叫做欖灣角洞。咁由於佢嘅外形呢非常似一把關刀啊，有人亦都會叫嗰度為關刀洞。關刀洞嘅位置呢就喺島嘅東南面，所以我哋要繞過呢一個島先至可以去得到。因為香港大部分時間呢都係吹住東風嘅，所以好多島嶼嘅東南面嘅海岸侵蝕呢都係比較嚴重嘅，令到島嶼嘅東南面形成咗好多嘅海蝕洞同埋海蝕拱。好啦，我哋艘船將會駛入一個非常靚嘅仙境，好似世外桃源一樣嘅天然山景。呢度就已經進入咗火石洲嘅東南面啦，一排排嘅山勢，氣勢非常澎湃。唔講唔知，原來火石洲呢一度呢曾經發生過一次嘅空難。喺1948年，一架由上海去到香港嘅航班就喺呢一度墜毀。喺呢度呢，就留低咗一塊空難嘅紀念碑，石碑嘅位置就係喺火石洲嘅北面。好啦，我哋即將駛埋去嘅呢一個洞呢，就叫做關刀洞啦。喺未駛入關刀洞之前呢，呢一度附近嘅奇景呢都係好值得欣賞嘅。火石洲露出嚟嘅地層呢，就係屬於一種祖伯岳系滘西洲火石岩群。前面呢塊岩石呢，就係海蝕柱啦，就係原本海蝕拱頂部嘅石塌落嚟變咗海蝕柱啦。而喺中間嗰度呢，可以望到一塊塊超級巨型嘅岩石，體現出海蝕作用嘅巨大影響力，盡顯無遺。火石洲嘅地質景觀包括係海蝕柱、海蝕島礁同埋受海浪侵蝕嘅海灣。呢啲嘅地貌發育良好，盡顯出大自然嘅鬼斧神工，非常之壯觀。從外邊呢個角度望出去洞口，你未必覺得好宏偉、好靚。跟住落嚟，我哋即將駛入去洞口入邊。等到一陣駛入去之後呢，大家又睇下夠唔夠震撼同埋壯觀華麗。駛入去之後呢，可以望到成個洞口呢超級寬闊，呈現一個長方形，非常震撼嘅穿梭感。可以喺洞下邊穿過，感覺都非常獨特，充滿探遊嘅刺激感。走出洞口，出邊就係另一片嘅天空，另一片嘅景地，另一片嘅世外桃源。好彩多得今日嘅天公造美，天氣晴朗之餘，海面亦都相對風平浪靜，先至可以穿過呢一個洞口，體驗一下穿洞嘅感覺。我哋即將駛埋去一塊礁石嗰度登岸。從入面望返出去嘅欖灣角洞，先至係最靚嘅欖灣角洞。置身於現場，感覺呢非常之震撼。呢一個關刀洞呢，係我覺得4個洞之中呢最值得一嚟同埋最靚嘅一個洞。咁靚，當然就係要上岸，慢慢細賞呢一度周圍嘅景色。呢一個海域呢，靚得嚟有幾個原因嘅。一嚟佢就係俾群山包圍住，有著名嘅火石洲地標欖灣角洞。仲要非常可幸嘅就係喺洞口嘅前邊有一啲礁石，俾我哋可以站立上洞。呢度嘅海域水底非常碧綠清澈，呢度嘅礁石、群山、洞口、海水集合埋一齊，就構建咗一幅好靚嘅圖畫。原來我哋唔需要去到外國呢度都可以感受到外國一樣咁靚嘅山光水色，俾大家靜靜欣賞呢一度嘅美景。上到岸嘅團友呢都忍唔住拎出手機周圍影相啦。大自然嘅威力真係非常之強大，可以將一座咁堅硬嘅山洞穿一個大窿。喺海蝕嘅作用之下，呢度由原本嘅海蝕洞變成海蝕拱。再過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呢，上面頂部嘅岩石呢就會塌陷，形成一個海蝕柱。呢度每一處嘅景物都係值得花時間欣賞，可以欣賞海面嘅波紋、海浪拍打緊嘅礁石，呢度嘅山勢形態，每一樣嘅景物都係令人賞心悅目。水底清晰可見，有人亦都會中意喺呢一度浮潛。咁靚嘅景點，梗係要喺呢一度影返張大合照先啦。好啦，行程緊迫，我哋又要上返船去下一個景點啦。離開火石洲，我哋將會去到最後一個嘅4大名洞之一——環洲洞。環洲洞都係位於火石洲冇幾遠嘅位置。喺前面好多穿晒窿一個個嘅海蝕洞呢度就係環洲啦。環洲係甕缸群島之中面積最細嘅一個成員。
呢度嘅環境空曠荒禿，土地貧瘠，亦都係冇植被可言。但係呢度嘅海蝕地貌非常不同凡響。面前呢一個呢，就係環洲洞啦，但係從呢個角度睇呢，都係未算太靚嘅。有人話呢度嘅形態呢，就好似台灣嘅地圖一樣，你又覺得似唔似呢？我哋又嘗試再穿過呢一個洞口啦。呢個洞口呢，啱啱好可以容納我哋呢架快艇，真係少啲技術呢都穿唔過啊！穿過洞嘅另一面，望返出嚟嘅光景更加靚。睇下我哋嘅團友幾咁興奮。原來喺洞嘅隔籬呢，仲有一個好迷你嘅洞，一樣係貫穿住成座山。穿過咗呢一個洞之後呢，望返去後邊呢，可以望到呢個環洲洞呢更加有新色，有一啲草喺上面做一啲點綴。好啦，我哋再駛近一啲，再喺呢一度影相打卡先。環洲呢度呢，除咗環洲洞之外呢，仲有另一個更加特別嘅地方，叫做海上宮殿。雖然今日就冇去到，不過喺網上都揾到人哋放出嚟嘅相片，可以俾大家欣賞一下。咁去到呢度呢，香港四大名洞4個嘅海蝕拱呢，都帶大家參觀完啦。4個嘅海蝕洞都各具特色，各有各嘅形態，非常之壯觀華麗。我就比較中意關刀洞啦，因為嗰度除咗洞之外呢，有好多嘅礁石、海水、天空做一個襯托，影襯出嚟嘅畫面相當之靚。唔知大家又中意邊一個洞呢？話咁快，我哋又嚟到下一個嘅景點東壩嘅破邊洲。從陸路帶大家去破邊洲就去得多啦，唔知從水路上面觀察破邊洲又係點嘅樣呢？感覺上望返破邊洲就冇咁宏偉啦，因為喺底下呢一個角度呢，就望唔到破邊洲嘅風琴位，始終都要喺高處先可以望到破邊洲嘅壯麗山勢。破邊洲係一個海蝕柱。喺呢一度影完相，我哋又穿過破邊洲啦。破邊洲比起之前嗰幾個洞呢，冇咗個頭頂呢，感覺上有啲失色，缺少咗一種探險嘅感覺。而之前嗰4大名洞呢，再過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呢，都會變成破邊洲呢個形態，就係海蝕柱啦。通過破邊洲，前面就係萬宜水庫東壩，亦都可以望到前面好宏偉嘅防波堤、撈形石。穿過之後望返破邊洲，呢度嘅景非常之靚，好似一座山斷開咗一橛咁。唔知點解逢係啲海蝕地貌都係要穿過去回頭一望先至會靚。等我哋又喺呢一度停留打卡先。呢個缺口就好似俾一把大刀闊斧劈開一樣，超級靚啊！大家都向住呢個缺口度影相。記得影相嘅重點呢係要靠住右邊，唔好遮住呢一個缺口啊！今日我哋嘅團友呢，真係影咗好多相，滿載而歸，同埋見識到好多嘅4大名洞，非常之宏偉壯觀。再嘗試駛近去萬宜水庫東壩撈形石嗰一度，用水路嘅角度望返上去，又係點嘅視覺呢？太近距離睇呢，都係一片凌亂啊，都係冇高空睇咁靚。而且可以望到一啲撈形石呢，都有少少損毀。呢個雙 T 型嘅撈形設計呢，真係相當獨特。既可以將所有嘅撈形石環環相扣，又可以作一個防波堤嘅作用，緩衝海浪。好啦，欣賞完破邊洲同埋東壩之後呢，我哋就準備出發去下一個地方萬柱海岸。萬柱海岸都係之前嗰條片同大家行過一次，條路相當崎嶇難行，但係今次我哋就相當悠遊啦。坐船遊覽就唔需要行太多嘅路。從陸路上面睇呢，睇唔到懸崖邊。但係呢，坐船有一個好處，就可以睇到成個懸崖峭壁啦。呢度從陸路睇萬柱海岸呢，真係超級壯觀啊！可以睇到好多嘅斷柱柱頭，又可以睇到一支支嘅六角形岩柱呢，棟晒喺度，砌成一座山一樣。每一條六角形岩柱嘅紋理呢，都相當優美。呢度嘅六角形岩柱同埋地勢都係舉世聞名，同埋相當稀有，真係值得嚟呢一度坐船遊覽一下。我哋嘅船再駛過隔離少少，呢一度就係真正嘅萬柱海岸啊！一支支嘅柱頭打側面睇呢，可以睇到成條嘅六角形岩柱崩塌咗嗰個位呢，真係超級優美啊！呢一面呢，先至係萬柱海岸啊，真係一支支咁棟起嚟啊！用肉眼數呢，數都數唔晒啊！名副其實叫做萬柱海岸。原來香港都可以有一個咁奇特嘅山勢，喺外國呢都未必可以揾到咁靚嘅美景。大家呢都要好好探索一下香港各處種種嘅奇特美景，
豐富一下自己嘅眼界。好啦，去到而家呢，西貢眾多嘅奇特美景都同大家欣賞過啦，跟住落嚟就係一個遊玩嘅時間。我哋嘅船駛過隔離有一個洞口叫做木棉洞，呢個洞口呢，相當獨特，比較親民一啲，我哋真係可以落水行落去。木棉洞就係喺眼前呢一個洞口啦，一走近洞口呢，有一陣陰涼嘅風吹埋嚟，原本炎熱嘅天氣有一種冰爽感，炎熱嘅天氣真係好想即刻落水浸下個身啊！附近嘅水域水質非常清澈，水清見底，而且底下有好多嘅岩石承托住。洞口嘅水深好淺，我哋可以行落去洞口嘅底下。呢一個呢，就係木棉洞嘅入邊啦。喺洞嘅下低呢，滿布好多碎嘅石頭，如果大家要行落去呢，都要分外小心。呢個木棉洞嘅洞口呢，相當寬闊，而且非常陰涼。喺呢度探險就好似去到世外桃源一樣，走過去洞口出邊就係另一片嘅天空。今日呢，真係玩轉咗好多嘅洞啊，見識到好多洞嘅奇特壯觀一面。呢一個木棉洞呢，就係我哋今日最後一個可以探索嘅洞，係一個可以比較容易親近嘅洞。洞口大得嚟，陰涼，而且水深又夠淺，架船可以埋到岸，亦都有路行，可以非常之親近。我哋嘅團友都差唔多落晒船啦。喺出發之前呢，都提過佢哋可以帶一啲落水嘅裝束，咁就唔會錯過一個咁靚嘅環境，咁靚嘅水池。個個都落水暢泳，我都唔執輸，我都要落去游水先。一落去洞口底下嗰啲水嘅感覺呢，非常之冰涼啊！比起出邊嘅海水呢，有好大嘅對比，真係超級消暑同埋降溫啊！前面呢度呢，就係洞嘅底下中間位置啦。但係呢度影相呢都有啲困難，因為有啲背光啊。置身於山洞底呢，真係勁爽啊！一路俾啲冰涼嘅水沖洗，超爽啊！今日真係相當好玩，玩完一陣，我哋又要上返船啦。告別呢一個木棉洞，下一站我哋將會去到甕缸灣。甕缸灣係一個好靚嘅沙灘，係一個真正可以游水嘅地方。甕缸灣呢，就係喺沙塘口山嘅北面，我哋就要穿過呢一個火頭墳洲。呢度有一個201號燈塔，入邊有一個可再生能源系統，同埋一間福音戒毒所。沙塘口山呢，又有第二個名叫做甕缸洲，嗰度有個天然嘅沙灘，比起所有嘅沙灘呢，仲要乾淨，因為嗰度係比較難可以去得到。穿過火頭墳洲，好快我哋就可以嚟到甕缸灣啦。呢個甕缸灣呢，鳥無人煙，相當之靚啊！但係其實喺假日呢，呢度會泊晒好多嘅遊艇，都係幾多人嚟玩水上活動嘅熱門地方。好啦，開始上岸介紹呢個地方俾大家認識一下啦。等團友落船之後，我哋去揾一個地方可以落腳，放低嘢食下嘢，遮下陰。整頓完之後，就帶大家行出呢一個沙灘，欣賞呢一度嘅美態。呢度嘅沙灘呢，有好多獨特平滑嘅礁石，好有一種天然嘅沙灘美感。藍藍清澈嘅沙灘同天上嘅顏色互相映襯，水清沙幼，真係一個超級靚嘅沙灘。仲有呢個沙灘呢，就算走到好出呢，水深都唔會太過深。呢度嘅正前方仲係一個珊瑚區，所以有啲團友呢，今日都專程帶咗一啲浮潛嘅裝備，可以探索一下海底嘅世界。呢一個真係一個非常消暑而又非常寧靜優美嘅沙灘，遠離市區，冇任何嘅街道可以嚟到，係之前介紹咁多沙灘之中最難嚟嘅一個。咁今日介紹嘅甕缸群島4大名洞都帶大家參觀過啦，亦都睇過萬柱海岸，嚟到呢一個甕缸灣。今集所有景點呢都同大家介紹過啦。原來香港呢都有咁多咁靚咁獨特嘅景色。真係趁住疫情期間，大家出唔到國，不妨留喺香港，慢慢探索香港更加多嘅美景。可能你會發覺香港嘅景點唔差得過外國。今集嘅時間就介紹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都會中意我今日介紹嘅呢一條片。中意呢條片嘅話呢，可以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 channel， 同埋記得將呢一條片分享俾你中意郊遊嘅朋友。喺節目嘅最後呢，亦都會有一啲嘅航拍片段俾大家欣賞一下。
今日呢都玩咗好耐啦，都玩得好盡興啦，都係時候要上返船返返去屋企啦。甕缸群島四大名洞之旅就去到呢一度啦。如果有興趣同我一齊出海參觀四大名洞嘅話呢，就可以 WhatsApp 92901290。